好，我是 Sabrina， 新年快乐！又是一个好久不见。今年2025年啊，第一支影片，我们就把我们家所有的贵宾都放出来做日光浴。因为很常大家会问到说，其实侏儒远看都觉得好像哦，但其实啊，它近看又是一个大学问，每一株都不太一样。今天就一次把它排开，然后我们可以近看它每一株的差异性在哪边。接下来第一株啊，来讲到我们家的。之前影片有出现过的侏儒黄月，那最近它来到终极成熟形态啊，我们来帮它做命名了，叫做 Kohaku， 那是琥珀。那琥珀啊，其实也完美展现出这株的特色点，因为它是有带一点琥珀色的那种叶黄，还有非常霸气的姿态。那侏儒黄月啊，它的分叉是属于细长型的，那非常可爱的是，它会长长的分叉出来之后，又突然冒出一小叉。其实这一点就跟其他株是还蛮不一样的。那形态啊，整体会稍微再大一些，然后两只手是往两边展开。那我们讲完我们的侏儒黄月啊，接下来到鹿角蕨之后 ，Jenny， 那可以看到这样两者对比啊，有没有觉得那个分叉其实就很好辨别？因为 Jenny 啊，它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小爪子。它这个分叉啊，在成熟之后啊，会稍微往上卷，那你就可以欣赏到它那个叶背的那个孢子，所以其实是非常可爱的。那珍妮啊，形态我觉得它算中等，不会是侏儒里面最小的，也不会是最大的。叶面白皙程度，我觉得是数1数2的。可以看到这株其实一层一层，每株的小爪子都会非常的明显，那分叉也是非常多层次。珍妮啊是早期台湾收藏家去到泰国带回来的侏儒品种。那它其实最特别一点就是它的孢子啊，就算成熟啊，剥出来的每一颗几乎都不会跟妈妈一样，就连我们自己这样剥了2、3次啊，它真的每一颗都变成超级大的，就是完全没有分叉。所以大家有一个绰号，就给它的孢子苗都叫真银，因为每株都会像是银鹿一样。所以啊，珍妮是我觉得少数它没办法买孢子苗来去取代它，就唯独只有政策芽才可以跟母猪一样有这种形态。再来的呢 ，OMG 的话呢，它就是手是一层一层的往下长。再来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叶背是橘红色的，它是完美符合陆地上珊瑚这个称号。那 OMG 啊，它是我觉得侏儒品种里面算是平易近人、好养的品种，而且体态也算中等。重点是我觉得它也有这个小高冠，还有啊，它是孢子苗里面啊。表现非常优良，就是它播报出来几乎每一品啊都有侏儒的特征，形态跟妈妈差异性不会很大，所以它可以有2种选择，就是孢子苗或政策芽，两者的话都可以去做选项，不会差异到太多。所以我都会建议说，如果我们新手可以选择 OMG 的孢子苗，进阶的话，想要跟妈妈有一样完美的形态的话，再去选择它的政策芽。第4株再来看到我们很可爱的名字叫做细菌，是很多人刚开始看到说，怎么会取这个名字啊 ？Bacteria， 但是啊，它就是号称呢最小的侏儒。这几株其实差不多年纪啊，但细菌的这只啊，它的手就真的小了很多，而且它的末端是这种细细的，然后是向内卷的感觉，所以可以看到这4株，它们每一株明显的特征都很不一样。但细菌呢？很可爱，它最小，但是我觉得呢，它其实很难养，因为它比较容易自己挤压到自己的芽点，生长空间没有那么足够，所以它的塑形就会相对来的重要，还有对于温度的敏感性呢，也相对来的高。好，接下来第5株来讲到我们的 Nano。Nano 的话，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它跟 OMG 其实很类似，有什么差异性吗？我觉得它两者形态稍微有点类似，但是呢，最特别的就是它的孢子叶是属于比较肥宽型的 ，OMG 会比较属于稍微细一点，然后会带一点微卷，这是它的成株形态，然后手也会稍微有点往上长的感觉。那 Nano 也是孢子苗表现很好的一品。就是它孢子苗出来啊，几乎每一株都会有侏儒的特征，成熟后的差异性也不会跟母猪差异太大。讲了那么多侏儒呢，怎么可以忘记我们的国民玉女？那玉女的话，它是整体里面分叉会最细长，那分叉相对没有那么密集的品种，但也是最好养，生长速度最快。
那玉女的话，我觉得会在这里面呢，说养殖难度最简单的一款，所以它是耐热程度高，夏天养在阳台不直晒也都没问题。然后手上这一颗玉女的话，稍微比较小，因为我们比较大颗的玉女都已经去好人家了。大家看，但它的手很漂亮哦，是那种细致型，然后会有白皙跟浓厚的线条感啊。其实啊，我们6大神兽啊，今天还少了一瓶，就是我们的金童。金童啊，因为我们前面养殖它稍微已经有那种脸压手，所以我们又重新切割。那它现在正在休养，就还没有长到完整的形态，所以今天就没有秀出来。但之后也会做一集特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金童近况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觉得整体养殖这顺序，就是难易度来讲的话，最简单当然就是玉女。然后接下来如果想要再入手的话，我觉得 OMG 跟 Nano 的孢子苗都好养，因为它们算是生长速度很快，难度也不高，然后也不会常常出现脸压手的状况。那再接下来的话，就是剩细菌、侏儒黄月跟珍妮，我还是会选择侏儒黄月。其实侏儒黄月生长超级无敌快，只要是给它一个室内，不用24小时冷房，但是有通风，环境比阳台温度来得低的环境的话，我觉得就可以。再来的话呢，我觉得其实珍妮跟细菌有得比耶。我对于细菌的话，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比较怕热，小苗生长速度好慢好慢好慢，所以它的难度我觉得跟珍妮都会是并驾齐驱，真的属于是你要有24小时的冷房会比较适合。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介绍最初代的侏儒，因为接下来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像我们的古刺啊、侏儒蓝皇后啊，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新的侏儒品种。今天就是把我们这些经典的一字排开给大家看。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这些品种的小苗去怎么做辨别？但是其实侏儒的小苗长得都是大同小异，你很难去一眼去做分辨。通常一定都要等到成熟之后，我们才能去判断它的形态。所以不用很早做定量，说这几版都长得一样，那是因为他们还是小朋友，还没成熟。长大之后就哇，女大18变，每一株都不一样。那在我们这个初代的侏儒品种们，大家最喜欢哪一品呢？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其实啊，也刚好借由今天拍影片的机会，我也是第一次把它一字排开，才觉得哇，看下来好霸气哦，就觉得通常摆在墙壁上，就是大家穿插着，那一次排开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好像潜到海底里面很多那种小珊瑚的氛围。那这次呢更新也是时隔了有点久，那我们现在也是调整好状态，准备我们的1月的水美院展览，就1月18、19号2天，会在过年的前一周，在台北花博。这次展览会特别大，因为我租了特别大的摊位，那也会把我们各式各样全部都带过去，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还有我们的特别活动哦，就是除了扭蛋，我们还有2个特别活动，可以到现场来找我们一起玩。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